这个男人是陪玩最严厉的父亲，以一己之力整顿电竞行业。我是没教过你们，事事有回应，回应在哪儿呢？他是实干先锋，更是梦想践行者。本期人物为你分享陪玩界最高的山——东东电竞创始人刘旭东。你可能不认识刘旭东，但喜欢玩游戏的你大概率听过东东电竞，尤其是最近以雷霆叔叔率先开团，同一时间线还爆发出了 YBB 事件，把东东电竞热度推到了一个小高潮。每次直播间开庭都有新瓜，这俩事虽然没什么关联，但核心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打手觉得东东电竞对打手的要求太严苛了。其实从刘旭东平常开庭记录来看的话，就能发现刘旭东基本每次都是站老板这一边的。刘旭东的态度是因为他很清楚，俱乐部搞陪玩、搞打手，本质就是服务业。都说顾客是上帝，人家掏钱让你陪着打游戏，那肯定是要把老板给服务好了。而且刘旭东很清楚打手们有多少坏习惯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他也是从这一步做起来的。OK， 依旧惯例的巨星开局。刘旭东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家里都是务农的，条件并不好。父母外出打工的时候，刘旭东就跟着奶奶一起生活，算是个留守儿童。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方为丈夫。家里条件不好，反而让刘旭东从小就学会了独立自主，为家里帮忙减轻负担的同时，学习成绩也是一点没落下。高中毕业后考进安徽理工大学，上大学之后，刘旭东就不再找家里要钱了，不管是生活费还是学费，都是自己勤工俭学来解决。这样看的话，刘旭东这经历妥妥的逆袭剧本，在村里肯定是被人夸有出息的大学生的那种。结果在大二的时候，刘旭东直接休学了，不是学习成绩差，也不是没钱继续读了，是他决定为了梦想拼一把。刘旭东也没啥爱好，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玩玩游戏，大一的时候就经常当陪玩赚钱了。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陪玩，然后那时候很瘦很高很帅。当时刘旭东陪玩工资也不高，10几块钱1小时，但对刚上大学的他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只要每天都有单子，那就能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了。原本家里条件就紧巴，那几年刘旭东父亲还查出来乙肝，更是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刘旭东才有了休学的想法，打算全职当陪玩，赚钱帮父亲治病。全职陪玩后，刘旭东的时薪达到了20多元1小时。不过他的目标可不是这20多块钱1小时，既然要做，那就要做到最好。这之后，刘旭东搞起了自己的陪玩店，东东电竞应运而生。恰好那2年永劫无间爆火，也是赶上风口了，用1年时间成为永劫无间最大的俱乐部。这个时期陪玩这个行业其实很不正规，确实是非常不正规，哪怕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意识不到，他们作为陪玩其实是服务业，顾客是他们应该服务的老板。当时的陪玩架子相当大的，想骂谁就骂谁，你掏钱让他陪你玩也一点排面没有。为啥呢？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入行门槛低，很多都是不爱读书，游戏打得厉害点的小青年，觉得自己老厉害了就傲得不行。除了骂老板之外，还有很多陪玩对异性老板有着不少小心思，动不动就想把话题扯上严肃的方面，让整个行业乌烟瘴气的。刘旭东出门跟人家谈合作，人家一听是干陪玩的，那打心眼里就不看好他这个行业。因此刘旭东下定决心要好好整顿这个行业，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干的是服务业，不是来当少爷的。东东电竞对打手的要求是很高的，可以这样说，只要你能考核成功，那市面上其他家的俱乐部都能随便挑了。技术只是一方面，对打手的素质更是要求严格，全程录音录像，只要有纠纷直接开庭看全程回放，只要打手做的有不对的地方，那就罚。刘旭东对老板的态度那确实是没得说，在东东电竞，老板就是最大的，尊重必须给到位。这样严厉的规则也让不少打手苦不堪言，直言打手被剥削了。然而我们看一眼东东电竞的打手单价，刘旭东对员工其实也是很好的，给陪玩买保险就不说了，店内的明星打手一个月能赚30多万。哪怕不是明星打手，只要勤奋接单，月入上万都不是问题。东东电竞的单价在业内属于是很高的水准了，那老板不选便宜的店，反而是来选东东，不就是为了这更好的服务吗？一个打手100-200块钱1小时，哪怕除去抽成和损耗，这收入也是很多了。又有多少工作能到这个标准呢？老板掏钱买服务，那可不就得服务好吗？刘旭东不是严厉，他很清楚，一个行业想要做起来，那就必须要正规。他不光是在干好东东电竞，更是在为整个行业树立标杆。